各位棋友大家好，今天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聂卫平九段的传奇对局。1975年10月，以日本名誉本因坊高川阁九段为团长的日本围棋代表团访华。在此次的中日围棋交流当中，聂卫平在第一局战胜了日本的洼内秀之九段，接下来又连续战胜了石夫玉朗八段、户泽昭宣七段。而在10月28日，他在广州迎来了与高川阁九段的对抗。本次比赛的规则，黑先贴二子半，也就是5目。高川阁在此前的2次对局当中，第一局执白战和了陈祖德，第二局执黑战胜了吴松生，这是他本次访华的第3盘对局。高川阁在日本曾经达成过本因坊的9连霸，有流水不争先之称，形势判断精确，行棋均衡厚实，擅长持久战。本局是他与聂卫平的第1次对局，也是聂卫平第3次迎战日本九段。接下来我们进入棋局，执黑的聂卫平选择了2连星开局，而白棋则采用了小目和3-3的坂田流布局。下一手棋，黑棋在此挂，白棋拖取地，黑棋搬。当白棋再退的时候，黑棋并没有选择普通的定式，如果黑棋在此虎或者粘，那么白棋跳出，黑棋再拆，这样将形成一个铺地板的持久战格局。然而聂卫平在赛前的准备当中认为，如果形成平稳的对局，符合高川阁的棋风，他认为要战胜高川阁并非易事，所以本局当中他的策略是希望尽快进入到战斗，在战斗当中寻找到机会。那么实战，黑棋下出了非常潇洒的一手，下一手棋直接在中央大飞，而白棋接下来选择了分头的下法，这同样是高川阁注重全局均衡的一手棋。此时如果白棋在上方拆，那么黑棋将在右边构成3连星。接下来白棋如果挂，聂卫平准备的是在此一间低加，按照当时的定式，白棋如果点角，以下黑棋完成封锁，我们看到左边大飞的这颗子与右边的配合极佳，这个结果白棋并不满意，所以实战当中白棋选择了分头的下法，而黑棋则在上方跳下封锁白棋。接下来白棋直接断，黑棋打吃是这个局部的战斗要领，白棋长出，黑棋继续贴住，白棋在吃的时候黑棋立下。如此一来，虽然外围一带黑棋仍然留有被搬出的缺陷，但由于角上的白棋气也比较紧，黑棋完成了对白棋的封锁。下一手棋是体现高川阁九段风格的一手棋，他在此厚实的补了一手深谙流水不争先之道，同时瞄着这一带的搬出、靠等等的反击手段。而这个时候如果白棋脱先的话，那么担心的是以后黑棋随时有在此搬的手段。白棋如果提，黑棋一退，外围的黑棋加厚，而角上的白棋由于左边漏风，依然要面临黑棋的搜刮，这个图不满意。不过如果白棋搬反击，黑棋顺势冲下，白棋再冲，黑棋立下，白棋挡的时候黑棋滚包一圈，接下来可以在此收弃弃子，白棋冲，黑棋搬，白棋吃，黑棋厚实的虎住。这样一来，我们看到角部白棋非常委屈，完全被封锁，黑棋的外势雄厚，这样也是黑棋优势的局面。所以有鉴于此，白棋在此补了一手积蓄力量，而黑棋接下来马上在左下挂角发挥自己上方后卫的作用。白棋选择了坚实的一间跳，接下来黑棋小飞为控，白棋下一手棋直接搬出作战。黑棋跳也是这个局面下的好手，这个时候如果黑棋直接切断跟白棋作战，将正中白棋下怀。白棋长先手，黑棋再补的时候白棋跳，黑棋长，白棋长，接下来黑棋飞，白棋直接打入，这是聂卫平最担心的。由于上方的这块黑棋并没有完全活境，一旦被封锁，黑棋当然不满。可是如果黑棋在此尖出，白棋压2下之后再震过来，左下的2颗黑子也遭到了白棋的进攻，而中央这一带黑棋拿白棋也没有太好的办法，这个图黑棋不希望看到，所以实战当中黑棋选择了避其锋芒，先守住空。白棋当然也不肯在此单关粘住，被黑棋在上方拆边抢占大场，白棋不满，所以实战当中
白棋马上打入在上方，此时黑棋也不能去断，否则白棋再次准备了刺完之后长的下法，黑棋粘住，然后白棋再挂，黑棋手脚的时候白棋再顺势拆，这是高川哥追求的一个行云流水一般的步调，全局顺势展开，白棋没有不满。所以实战当中，面对白棋的这手打入，黑棋抢占了小飞的攻防基所，这手棋是好手，抵御住了白棋以后在左右两边可能的冲击。接下来白棋先挂，黑棋小飞手脚，白棋再拆，下一手棋黑棋大飞手脚，白棋直接在脚步大飞进去，双方按部就班的抢占着大场。接下来黑棋在上方飞，这一手棋聂卫平曾经有过犹豫，他第一感是想跳在此处，这样一来上方白棋有保卫，但是他担心的是白棋由于这一带有冲击黑棋的先手手段，有可能在上方脱先，这样黑棋将落后手，所以实战当中他选择了更为积极的小飞，白棋挡住，黑棋贴棋，白棋再长的时候，黑棋如愿的得到了先手，抢到了左下角的 B 柱，这是极大的一手棋。有了这手棋之后，以后对于脚部的两颗白子，黑棋还有手段。接下来白棋在上方也开始引爆自己的手段，这步靠是当初打入的时候高川哥已经做好的准备。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黑棋这个时候如果顶住的话，白棋准备了小尖的好手，这个让黑棋很为难。下一手棋黑棋只好吃，而白棋先手打一下补住断，然后再一飞，白棋又在上方巩固了实地，同时这块黑棋还没有安定，一旦逃出，白棋顺势就将中央乃至左边黑棋的这个模样给破坏掉了。所以实战当中面对白棋的这手靠，黑棋的贴也是好手。那么接下来白棋立下的时候，黑棋再挡住，白棋扳防住黑棋在此断，而黑棋则后时的拐头。现在上方的这5颗子已经具备眼形，以后二路虎一下，白棋很难攻到这块棋，而且这个拐头之后，白棋这一带还需要补，如果白棋不补的话，那么以后这一带黑棋打入，白棋再靠住，黑棋扳完之后粘住，整个上方这块白棋并没有两只眼的眼位，这个白棋不满。所以实战当中白棋继续后时的补了一手，高川阁显然也洞悉了聂卫平急于求战的心态，所以布局至此他一直稳扎稳打，不给黑棋找到战斗的机会。接下来黑棋跳出，白棋终于率先动手了。这手打入在破空的同时兼具攻击的作用，但是实际上局后来看，这一带由于周围的黑棋要更为的厚实，白棋的这手打入呢反而成为了黑棋的进攻目标。下一手棋黑棋坚实的跳起，白棋跳，黑棋再跳，从左右两边夹击白棋，此时白棋的本手是在此跳出，这样局面将非常的漫长。然而实战当中高川阁或许有了一丝急躁的情绪，他并没有直接去处理下方这2颗子，而是突然挥师上方直接震了过来。显然白棋希望通过进攻上方的这块黑棋达到顺势处理好下方的目的，但是此前我们也说过，上方这块黑棋并非易攻之形，所以这手棋给了一直寻求战机的聂卫平机会。下一手棋黑棋先在此点，为中央的战斗做准备，下一手白棋挡住，黑棋直接震了过来。这手棋使白棋下方2颗子的压力倍增，现在白棋无非只有左右2条出路，但是如果白棋往左边去跑，黑棋顺势再震，白棋压黑棋长，白棋再压黑棋一长，接下来白棋再跳的时候，黑棋的这步二路点是非常致命的攻击手段。白棋当然不能让黑棋连回，但是白棋如果挡，黑棋可以直接在脚上长，白棋补住断点，黑棋扳完之后立下，这个局部黑棋是活棋，因为现在白棋如果粘，黑棋一虎，黑棋活了，白棋就阵亡了。而如果白棋点进来，黑棋粘住，由于有一路扑丈五牛的手段，外面白棋还有断点，这个白棋也不行。所以实战当中高川阁看到左下的2颗子已经被黑棋监视威胁，不敢再往左边跑，他选择了往右边逃出，但是这一切
聂卫平早有准备，此前点的这手棋开始发挥作用。下一手棋，黑棋先在此接，试探白棋应手。现在如果白棋照顾中央，虎在此处，当然是极为厚实，但是被黑棋吃下这颗子，右下角黑棋实力大增，这个结果白棋全局实地不足，无法与黑棋抗衡，所以迫于实地压力，实战当中白棋强硬的连回，黑棋再顶，白棋继续长，接下来黑棋扳住，白棋索性直接挖粘掉，把右边彻底的实地化。然而中央这一带轮到黑棋动手，白棋的处境愈发的艰难。下一手棋，黑棋直接镇住，逼迫白棋再次选择逃跑方向，无奈白棋只好往左边逃出。此时据聂卫平回忆，高川阁面无表情，似乎对于处理这块棋他认为并非难事，但是当聂卫平下出下一手的时候，高川阁的脸色大变。下一手棋如果黑棋在这一带直接强攻，比如说黑棋在这一带镇的话，那么白棋就在此跳，这样这一带黑棋也没有好的下一手。由于白棋在这一带随时有刺挡等等的做活手段，所以如果直接攻把白棋杀活了，反而给了白棋机会。那么如果换一个方向，从下方跳攻的话，白棋再次冲出，中央有子接应，黑棋如果扳，白棋扳，黑棋长，白棋一虎，白棋棋形非常完整，还瞄着在这一带扳等等的反击手段，中央一飞也就顺利连回了。这个图黑棋的进攻也失败了。但是聂卫平本局发挥极佳，他面对此时两个攻击方向的选择并没有去选，而是先在左下角拖了一手，这就是让高川阁神色大变的一手。这手棋在纠缠住角上白棋的同时，也暗暗的瞄着中央的这块白棋。现在白棋很难选择，如果白棋选择退让，黑棋并不是直接退，而是会强硬的点在此处。这样一来，白棋挡住的时候，黑棋再把这颗子对回。现在白棋有两种选择，一种是在此立下，当然此时黑棋可以冲了之后打吃，白棋粘住的时候，那我们看这个地方的争子，由于中央这颗白子的存在，暂时使白棋有利。不过由于下方的白棋没有活，也就是说黑棋以后在这一带随时有严厉的引争手段，这个白棋是难以抵挡。那么黑棋完全可以保留这个变化，比如说直接在此跳一手，下一手棋压住和冲出这颗子形成剑合，这个白棋是无法抵挡的。那么如果白棋粘住这个，黑棋可以先刺，白棋再粘，黑棋立下，逼迫白棋活棋，这样一来黑棋就可以选择从上方飞进攻，这一带黑棋得到加强，对白棋的威胁也是比较大的。所以这手拖高川阁在沉思之后选择了强硬的从外面去扳，他也深知越是往后退越会遭到对方的欺负。下一手黑棋断，白棋爬出，双方进入了贴身的肉搏战。接下来黑棋打吃，白棋长，当黑棋再挡住的时候，白棋此时已经不能再逃出这颗子，否则黑棋可以直接在此扳死两颗白子。白棋如果提，黑棋拐出，白棋再扳，黑棋虎住，这一带的黑棋非常厚实，而下方的白棋需要处理。如果白棋坚在此处，黑棋可以厚实的在此打吃，这样我们看到下方这块棋还没有活境，而中央这块白棋也需要处理，左边黑棋的实力已经得到了巩固，这个图白棋大亏，所以白棋直接逃不行。高川阁显然也不是吃素的，尽管坂田荣男嘲笑他说高川阁的拳头连蚊子都打不死，但是实际上高川阁是极具力量，只不过他的力量是蕴含在一些平凡的招法当中持续的去发挥的，并非他战斗力弱，否则不可能在本因坊战当中9连霸。那么接下来白棋针锋相对的扳了一手，也给黑棋布下了陷阱。如果黑棋随手挡住，那么白棋断吃完之后就可以再次打吃了。这样一来，我们看到如果黑棋提，白棋滚包完之后扳吃脚上的两颗子，这一带白棋的实地收获巨大，单纯处理这块棋白棋并非难事。那么如果此时黑棋逃出，白棋再打，黑棋提掉，白棋粘住，黑棋再粘，
白棋还是回来吃住这2颗子。由于左下黑棋实地损失惨重，那么这一带白棋即使损失一些做活，整体来看白棋还是便宜了。但是聂卫平察觉到了白棋这手搬的阴谋，所以下一手棋黑棋直接吃住了下方的2颗子。白棋在长出的时候，黑棋又厚实的补了一手，棋形完整。接下来白棋在上方拆活棋，但是我们看到此时中央这一带白棋一手棋是无法联络的，而且左边这块棋随时还要面临黑棋点等等的搜刮手段，所以下一手棋继续完力量之后，黑棋继续从上方飞攻了过来，白棋在逃，黑棋强硬的贴住。现在白棋飞也是局部最强的硬手，那么黑棋此时如果粘住的话，就中了高川阁的苦肉计。此时白棋一退，黑棋的跳点虽然厉害，但是白棋再次一跳，整个白棋已经全部逃脱。这一带黑棋的收获并不大，反而上方的5颗黑子进入了白棋的攻击范围，加之上方这块黑棋也没有完全安定，一旦被缠绕进攻，黑棋将非常危险。所以实战当中，在白棋飞的时候，聂卫平也开始发力，下一手棋直接跨断了白棋。白棋冲也是无奈的一手，现在如果白棋直接挡住，黑棋顺势补断，白棋再去吃的时候，黑棋只需要打吃完之后再次压出，左边的5颗白子无疾而终，中腹这块棋仍然没有活棋，这个图黑棋大优。所以实战当中白棋选择了冲，处理这块棋尽量不影响左边的这几颗子。此时如果黑棋随手将这颗子长出，那么白棋冲了之后一断，黑棋中央的防线就出现了问题。接下来黑棋如果长出这颗子，那么白棋打吃完是先手，接下来可以一路再次吃住这几颗黑子，这样一来黑棋的进攻彻底失败，白棋大获成功当然不行。而如果断的时候黑棋长这个，那么白棋只需要厚实的粘住就可以。接下来黑棋补断的时候，白棋可以冲了之后滚包黑棋，这样一来我们看到白棋吃住这颗子，中央的处理也是大获成功。而左边这一带黑棋依然没有了不起的手段，因为白棋的这个断是非常严厉的一个反击。那么我们看实战当中，聂卫平没有去长，而是非常老练的再次扳了一手，这手棋依然有引诱白棋中计的一个陷阱。如果白棋此时叫吃，无论从这儿吃还是从上方吃，黑棋都会打吃，结果是一样的。黑棋一粘，这样左边这块棋依然没有活，而中央这块棋同样要被搜刮，和此前的图大同小异。高川阁自然也不会中计，所以在黑棋扳的时候，白棋先将左边这块棋补活，黑棋厚实的粘住，白棋吃住这颗子彻底活棋。接下来黑棋冲断白棋，现在局面的焦点就变成了下方这块白棋的桎梏。下一手白棋再次刺，白棋期待着黑棋再次粘住，如此白棋靠先手，黑棋扳的时候白棋一退，下一手黑棋立下，白棋一挡，这样一来白棋已经出具眼形，而且弹性十足，黑棋要攻这块棋绝非易事。实战当中聂卫平也下出了强硬的一手，在白棋刺的时候，黑棋直接在边上爬了过来。接下来白棋再刺，依然是期待着黑棋粘住，这样白棋虎住，黑棋冲破坏白棋眼位，同时补住白棋再次冲，但是白棋只需要简单的在二路搬了之后一虎，这块棋眼星非常丰富，弹性十足，白棋已经安定，这个结果黑棋不满意。所以实战当中聂卫平此时判断形势，通过左边这一带的攻防，虽然左边的白棋活棋，但是角上黑棋收获巨大，此时黑棋全盘实地领先，并非一定要杀白棋不可，只要通过进攻获得便宜就行。所以下一手棋黑棋釜底抽薪，直接从下方飞攻了过来，这手棋本身目数价值极大，白棋在压的时候黑棋简明的一退。接下来白棋再次面临选择，如果单纯想要做活这块棋并非难事，白棋只需要简单的挡住，黑棋长，白棋再挡，由于以后的这个冲是先手，那么这块棋实际上已经活棋，但是这样一来
黑棋得到先手，可以先从左边定型，然后再次贴住，这样白棋只好做活。接下来黑棋再次搬出，中央当初正的这颗子，现在反而成为了黑棋囊中之物。这个结果，黑棋局面大优。所以此时高川阁不仅要将这块棋活棋，而且要尽量的给黑棋外围制造出弱点。所以实战当中，白棋并不是简单去活，而是冲了之后强行再次切断。白棋的意图是希望这一带黑棋退，然后白棋以后这个长是绝先，这颗子被断吃受不了。那么黑棋再走呢，白棋可以靠了之后再次断腾挪，这样形成乱战，加之右边这一带黑棋也不是非常厚，这个结果白棋充分可战。然而聂卫平接下来又下出了临机的好手，面对白棋的这手断，黑棋强硬的贴了一手，使得白棋在此无法脱身，因为下一手的挖非常严厉。实战白棋只好长，黑棋冲进去继续破野。白棋接下来尖，高川阁九段的棋极有韧性，是长距离竞技的强者。吴清源大师曾经以自己的弟子林海峰为例评价高川阁，他说如果说林海峰是2枚腰的话，那么高川阁就是3枚腰。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种棋风，这手棋暗藏杀机。此时如果黑棋贪攻，直接在此挡住封锁白棋的话，那么白棋会再次断。黑棋如果随手粘住，白棋可以刺完之后长先手，然后直接将黑棋挖断。黑棋打吃，白棋粘住，接下来黑棋补这个断，这个被断受不了，但是你补这个切断同样严厉，这一带黑棋被杀，白棋大获成功。当然有棋友可能会有疑问，那么当白棋断在此处的时候，黑棋不能先手挤一下吗？如果能挤到一下，那么中央这一带是不是会好很多？但可惜这手挤同样不成立，因为接下来白棋依然会将这个长的先手交换掉，然后直接再次挖。黑棋从下方打吃白棋一长，下方的白棋极厚实，黑棋这两个断难以兼顾。但是你从上方打吃，白棋顺势长，黑棋再补断的时候，白棋粘住，黑棋再粘，接下来白棋这一点，黑棋的棋形又崩溃掉了，这两个断点难以兼顾，这是高川阁在这个地方隐藏的手段。但聂卫平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强杀白棋之心，他此时厚实的粘在了此处。高川阁一计不成，又生一计，下一手棋直接再次飞出，在逃出的同时强攻黑棋，还引诱黑棋来冲断。如果黑棋冲，白棋冲，黑棋断，白棋打吃是先手，长是先手，那么这一带我们看到接下来白棋一虎的时候，黑棋的这5颗子再次被包围，而杀气显然是杀不过白棋。然而就在高川阁挽起袖子准备与聂卫平决一死战的时候，聂卫平此时判断清楚形势，却收兵了。面对白棋的这手飞，黑棋先粘住，这也是好手，将自己补后之后威胁下一手棋尖在此处吃住4颗白子的手段。而白棋形势所迫，打吃完之后直接在中央刺了过来，这手棋黑棋也面临抉择。实战当中黑棋是选择了打完之后再次冲出。局后的研究，聂卫平认为此时黑棋其实简单的尖吃住这4颗子已经是优势的局面，白棋粘，黑棋吃，白棋再冲，黑棋回到上方搬。这样我们看到这一带黑棋的收获巨大，依然是黑棋盘面领先将近10目的一个优势。然而实战当中，聂卫平在这个地方认为已经算清了局部的变化，他下一手直接冲，白棋当然挡不住，否则这一冲断点太多，白棋就崩掉了。那么实战白棋厚实的粘住，黑棋再长出，白棋再次双了一手，补住断点的同时继续威胁黑棋的这块棋，同时也有缠绕上下黑棋之意。下一手棋黑棋先搬，为上方这块棋留下一条后路，白棋吃，交换完之后黑棋选择了粘住。这手棋聂卫平认为自己还是太贪心了，此时依然是应该坚吃住这4颗子，这样一来全盘白棋将再找不到战斗的机会。实战当中黑棋强硬的再次粘，白棋敏锐的虎了一手，补住了这一带的缺陷，这样全局最后的一场战斗开始了。下一手棋黑棋冲先手，白棋粘住，
接下来黑棋再次飞逃出，这个地方看似白棋可以冲，但实际上不成立，因为下方这块白棋没有活，黑棋长出就可以。白棋再冲，黑棋再长，这个白棋被封锁，当然无法接受，所以白棋只好逃出，黑棋顺势出头。白棋再断，黑棋拐依然是先手，然后争吃这颗白棋，这个白棋的进攻一无所获。所以实战当中，面对黑棋的这手飞，高川阁下一手棋先跳出，将自身加厚，黑棋后时的补助断点，白棋再立下，破坏上方黑棋的眼位。显然即使黑棋连起来，高川阁认为这条大龙也依然没有活，但是白棋于下方这块棋没活，这个防线实在是太薄弱了。下一手棋黑棋震连消带打，在逃出的同时继续威胁下方白棋这块棋，白棋顶，这也是局部作战的一个手筋。黑棋此时如果随手再次顶住，那么白棋一扳，黑棋再打吃，白棋粘住，黑棋冲的时候白棋一断，这样一来我们看到白棋既处理好了自身，同时又将黑棋的大龙切断，这个结果黑棋也没有把握。所以实战当中，聂卫平在此长考之后也开始施展手筋。下一手棋黑棋先在上方考，白棋这个时候虎了一手，接下来黑棋再顶。此时我们看，如果白棋再扳的话，黑棋打吃，白棋粘住，黑棋冲，白棋断，黑棋打，白棋粘。一来这一带以后黑棋粘住，下方白棋的大龙依然没有完全安定；二来这一带黑棋打吃之后，这个地方已经多了一只眼，那么中央断吃这颗白子和上方挡住做眼形成剑合，黑棋的大龙本身也已经没有危险，这个结果黑棋还是满意的。高川阁也看到这一点，这条大龙已经不可能再强杀，所以实战当中他选择了收兵打吃，黑棋顺利逃回。接下来白棋虎补助自身的缺陷，而黑棋抢到了左边二路的这步大官子。下一手棋白棋挡住，黑棋再跳，继续抢收官子的同时也支援中央这块棋，白棋再点攻过来，黑棋就后时的粘住。这一带由于黑棋随时有冲的反击手段，白棋也不好用强。下一手棋白棋提吃，这是价值极大的一手，目数极大，而且还兼具有限制黑棋眼位的作用。接下来黑棋冲，白棋在挡住的时候，黑棋此时断并没有什么意思，因为白棋只需要粘住就可以。黑棋再走，白棋挤先手，接下来这一带白棋做眼，大龙是活的，黑棋断意义并不大。所以实战当中黑棋的目的是给自己中央这块棋再加一重保险，直接连了回去。白棋团住，黑棋退。下一手棋白棋靠下，双方继续官子的争夺，此时黑棋盘面大约领先15目左右。接下来黑棋长，白棋补助。下一手棋黑棋尖3-3，白棋粘住，双方各自抢占大官子，黑棋粘，白棋爬。接下来黑棋冲完之后侧式先手，然后聂卫平又下出了一招强硬的手段，他直接靠在了此处。这手棋同时威胁白棋的两个断点，也是非常的厉害。而白棋实战当中故作不知，直接在此粘住，引诱黑棋来断。黑棋这一断看似白棋局部无法做活，因为白棋粘住的时候，黑棋这个地方可以冲破眼。注意黑棋这一带如果不走的话，那么这个以后白棋的打吃是先手，一挤呢，黑棋这个断点和破眼已经无法兼顾，这样白棋是活棋。但是如果黑棋在此破眼强杀的话，看似严厉，不过高川阁此时也露出了他狐狸的尾巴。下一手棋白棋冲完之后打吃先手，然后在二路一虎的时候，黑棋再破眼，接下来白棋点进来，整体的这个黑棋也不活，这样一来黑棋反而被算计。但聂卫平这局棋的状态极佳，这些小的阴谋全都被他识破，所以当白棋故意示弱粘住这个断的时候，黑棋并没有去断，而是在脚上立了一手。这手棋走完，高川阁也知道自己已经没有机会了。接下来白棋冲，黑棋挡住，白棋挤住的时候，黑棋后时的在脚上拐。下一手白棋长，黑棋粘，以下双方进入了官子的争夺，但由于前面黑棋的优势太大，盘面15目的差距始终是无法追回。双方又走了几手，但是白棋依然没有找到任何逆转的头绪。
下方定型完毕，接下来白棋搬的时候，黑棋挡住，白棋在粘之时，黑棋在上方补了一手。看到这手棋，高传阁就爽快的投子了。而高传阁九段对于本局的评价也极高，他回到日本后，在日本的棋道杂志当中发表题为《聂旋风卷起的历史的一局》的棋评。他在棋评当中这样说道：一般的中国棋手接触战力量很强，布局的感觉有些迟缓，但聂选手的布局完全具有日本高段棋手的感觉，速度快，战斗力强，官子也非常清楚。他在文中最后写道，他能和我战成平手，因为此后他和聂卫平又下一局，高传阁获胜，也完全可以和小林光一、赵志勋等优秀的年轻棋手争胜负。这位棋手应该引起我们棋界的重视。而几年之后，高传阁九段的预言就成为了现实。本局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，感谢大家关注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